这里是西递，在安徽的一县，有两个著名的古村落，一个是宏村，另一个就是西递。2000年，西递和宏村共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有人说，宏村像一幅画，而西递就像是一首诗。西递的历史更早一些，始建于北宋，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。这里保留着200多座明清古民居，素有明清古民居博物馆之称。这里还被评为过世界最佳旅游乡村和中国最值得外国人去的50个地方之一。但很多来黄山旅游的人都会顺路去宏村，而忽略了这个西递。其实在10几天前，我去完宏村之后就来到了西递，但因为觉得一直没有把最美的西递拍出来，所以迟迟没有做这期视频。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西递。西递离黄山和宏村景区都很近，交通非常方便。这里也是国家5A 景区。我们这个西递村呢，是以胡姓居族而居的古村落。胡姓是吗？对。村子有多大呀？整个村子东西长约700米，南北宽约300米。西递最美的季节是春天，这里满是油菜花。这次来西递主要是想详细的了解一下这里的古民居，里面学问太多，所以请了个导游。马蜂墙也叫烽火墙。发生火灾的时候，两边的墙设置的高，可以起到一个阻断火源的作用。另外，它这个墙设置的很高大，是不对外开窗户的。如果要开，就在2楼开很小的，这样也可以起到。这是徽派建筑的特色马头墙。外面经商做官，家里面都是妻儿老小。村子里面像这样的溪水呢，总共有3条，3条溪水正好是个川字，并且您看这水的流向，上东下西，水中往西流的。风水学中就说了，东水西流，吃穿不愁，人财两旺，楼上加楼。所以西递胡家人认为这是一块风水宝地，就举家从婺源的考水迁到西递来的。北宋皇佑年间迁过来的，至现在这个村子已经有970多年历史了。徽州人讲究诗礼传家，我们的徽商也被称之为是儒商、官商，特别注重教育，所以我们西递村后期出了当官的多。在明清2个朝代，7品官以上出了113个，5品官以上出了73个，最高的一位呢是2品官。官人家他是8字门，门楼也大气哈，像村口的牌楼一样。这个门楼呢也叫门罩，遮风避雨、保护门框的，后来成了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到人家门口先看门楼，门楼大，身份地位就高。所以徽州古人有千金门楼4两屋的说法，宁可花1000两黄金修个门楼，而只花4两银子来造整个屋子，说的是有一些夸张，但是充分显示出了这就是一个人的门面了。当官人家下方您看是8字门，一撇一捺，衙门8字开，广纳8方财气，这8字越大，代表了这是官级越大。2品官，这是最大的官了呗，第1名哈。真是。徽派民居设置的很高，但是不对外开窗，家里跟一个堡垒一样，所以徽州人呢每家都开天井，靠天井来采光通气。另外，原先商人以水为财，下雨下金子，下雪下白花花的银子，雨水沿着天井的四周往下落，下面空的水可以排出去，四水归明堂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主人家在家中足不出户，也可以从这里见到日月星辰，顶天立地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房子取名殷福堂，殷是曾受皇帝皇恩的意思，300多年历史。这家主人名字叫胡尚正，康熙年间的户部尚书，相当于现在的中央财政部长的级别，管户部财政的2大部的部长。厅堂的摆设呢，每家都是像他们家这么放的。厅中央8仙桌，两边太师椅，案条的正中间是个自鸣钟，东边摆一个瓶子，西边放个镜子，取它的谐音，终生平静，一生一辈子平平安安。两边的瓷瓶是帽筒，商人喜欢戴瓜皮小帽，用来摆放帽子用的。左边放主人的，右边放客人的。如果到别人家去拜访，看到左边的帽筒上面没有帽子，说明男主人不在家，你就不要去拜访人家。这个是
他的后人。后人呀，后代，就这房子的，对，都有人住的，这是他们的后代。我们这个景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，我们这边属于是社区性的景区，家家都有人住。因为有人住着，所以这个老房子呢就能够更好的保留下来，哪里坏了也能够得到及时的一个完善。在北京开钱庄，所以他家的房子是北方四合院的形式啊，庭院中间的牡丹花100多年，牡丹花开的时候，对应他们家的门是圆形的，花好月圆，意境很美了啊，花好月圆。对，原先这里呢只是个偏厅，供文人墨客吟诗作画的，正屋呢是在旁边，取名叫青云轩，希望后代平步青云做官，走向仕途。同治年间修的，140多年了。啊，房子的中间呢就有一个空调。这是空调吗？对，这是古代的空调，中间呢可以把它打开的，那是空调的开关。在地下大概1米来深、1米宽是空的，跟外边的通风口相通。夏天打开，有凉气往上来，温差越大，效果则会越明显。93年就上过中央电视台了，当时把它命名叫土空调，因为设在房子的正中央，当地人管它叫中央空调，西丽牌的中央空调。啊，这是个空调。对。啊，这边晚上等于是街道里都有灯光影是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这里晚上有灯光秀。对对对，我们村子里面民宿多，大大小小有将近100家，像这种呢就属于是复古经营型的。西递有很多这样的民宿，非常不错，而且据说夜景非常美。这个西递也是5A景区是吧？对，西递村呢被称为是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，因为这个村子较完整的保留了明清2代建筑，有224栋。哦，200多栋，那比珲春都多是吧？是的。村子去年还被评为是世界最佳旅游乡村，全国呢就有2处，浙江的渔村，还不是浙江丽水珲春市，对，丽水的，对对对，全国就2处。这真是评出来的是吧？对对对。世界最美乡村，世界最佳旅游乡村。最佳旅游乡村村子现在呢也是国家5A级景区。您看，在这写生的学生，这边是写生基地，这是村子的中心，也是我们说的船中央。您看这边的街道都要宽许多了。对，是明显就宽了。是的，村子西递是一个船形是吧？对，船形西递，大吉大利。这是个祠堂吗？这是我们胡氏宗祠。胡氏宗祠举宗大事莫过于此，无祠则无宗，无宗则无祖，所以祠堂呢就建在最为神圣庄严的地方。这些都是写生的学生是吧？对。这个是胡氏宗祠对，取名敬爱堂，希望后代互敬互爱，团结一致的意思。它是全村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集资修的地方。明代的时候修的，清代的时候整修过，距今400多年的历史。以前开家族会议，犯了错，惩罚不孝子孙，婚嫁喜庆，还有祭祖，都是到这里面来举办的。男子年满16周岁就可以进祠堂了。两边的石柱子用的是当地盛产的一线青石，有6米多高，1.8吨。400多年前没有什么外在条件下，能把它给竖起来，可以看出这个家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有多雄厚。这是一个石柱是吧？对，一整根的石柱子，一线青石。这好。当地盛产的。这应该很重对，1.8吨。高呢？高有6米高。你看这摸多了就变黑了。对。上面的梁呢，粗粗壮壮像冬瓜，这个叫冬瓜梁，取它的谐音栋梁之材，用的是250年树龄以上的香樟木，香樟能够发出香味，驱虫防蛀，蜘蛛在上面都不结网，很干净，没有蜘蛛网的。木柱下方的这个柱子，梁叫冬瓜梁，柱子呢就叫丝瓜柱。肥梁受柱阔天井嘛，这是我们徽派建筑的一大特征。这个柱子呢，只用的是树中的活化石银杏，就是白果。银杏生长的比较缓慢，像这么粗的银杏也要长到几百上千。这是银杏树的。对，银杏木头，树中瑰宝。而且您看呢，梁跟柱子之间它是没有钉子的。用的是榫卯结构，镶嵌在里边，很牢固的。木柱的下方呢，四周都有一个通风口，它的造型呢是一只蝙蝠的造型，防止木头从里面烂出来。还真是啊，对，这是有意而为之，有意的哈。对，古人的这种匠心精神。
哦，这还挺特别的。每个木头上都有的。每个都有吗？对对对，您看喽，四周都有。木柱下方的大石头呢，叫石杵。啊，底下叫石基，基础不牢，地动山摇。它的作用就是这个木头跟石头是落着的吗？落着的，上方是抓紧的，下方是落在上面的。就落着的就行啊。对对对，上方紧凑着呀。啊。上方石粗，下方石基，作用就是为了防止木头直接伸到地下腐烂用的。所以老师说基础得打好呀。上方您看有3个牌位呢。最左边的牌位就是养父胡三的，中间的牌位呢就是小皇子胡昌义自己的，最右边这个牌位呢是第一个到西递村来的人，他叫胡世良。这2位是什么人呢？他俩呢是西递村的2位老祖先，他俩是养父子的关系。养父子哈。对，我们西递村的胡呢，并不是真胡，是假胡。其实老祖先呢本来是姓李的，而且是唐王李世民的后代。左边穿紫袍的这位呢叫胡三。这个是胡三啊。对，他是真姓胡吗？他是真的姓胡的。他是唐昭宗李晔的近侍郎。最右边这个呢叫胡昌义，他是唐昭宗李晔的儿子。当年因为遭受到后梁王朱温，就朱全忠之乱，跟着胡三姓的。胡三是他的养父。明白了。对对对。那这个等于是他后来是变成姓胡了是吧？对对对。那跟西递村的关系呢？他当年没有来过我们西递，他是跟着养父胡三逃难到婺源去的。婺源以前属于徽州，后期划到江西省去了。他没有来过西递村。后来他的第5代孙，就是下方牌位上面的这个。这个。对，叫胡世良，曾经前往金陵，就现在南京，途经我们西递。现这个地方属东望西流，山势奇特。举家从婺源迁往西递繁衍生息，距今已经有970多年历史。等于他第5代的哈，就到这儿来了。是的，这个字是南宋理学家朱熹写的，已经有800多年了，字画相结合，达到了书法的最高境界。您把它从中间一竖，一分为2。笑字的右边第1横就是一个人的侧脸。看出来了，就上面这个哈，对对对，确实像。下方第2横跟那一撇相交的地方呢，则是双手抱拳，拱手作揖的样子。对，是。人头的背面呢是个猴头，猴额头、猴嘴巴都有，尖嘴猴腮。第2横是手伸出去在打，那一撇就是脚伸出去在踢。对待父母拳打脚踢、打爹骂娘的就不是人，反组成猴子。所以说百善孝为先，孝就抬头为人，不孝反组为猴。这就是我们的马头墙，它这个马头墙的叠数呢比较多，有5层的呢。你看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呢就属于是5岳朝天式的。这一块呢以前是一个平坦，就相当于现在公园一样，供村民休闲娱乐的地方。是，这也比较开阔。对，也是我们村子的中心。这是银杏树是吧？对，银杏，2棵银杏。一般银杏都是相对而生的。对，一般都是成双数，一公一雌。对。这个马头墙好大。它是一个倒梯形的结构。这是普通人家的。对，这是普通人家的门楼。这个门楼的造型呢，像古代的元宝，取招财进宝的意思，又像是个官帽，表达了主人家对仕途的追求。这个胡文照的房子。这个就是绣楼是吧？对，这就是他们家小姐抛绣球的地方。那这个只有他们家有这个绣楼是吗？是的，以前基本上都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要不然媒婆要失业了。那就他们家比较开明了。对对对。他们家能进去吗？可以进。进他们家看一眼。这是他们家的主要的楼吗？这是他家的厨房。这厨房啊？对对对。我天，古绣楼厨房。现在是厨房啊。以前也是厨房。上方是阁楼，是绣楼。这还住人呢？家住人，而且您可以看看这厨房很大的，说明他们家当时也是人丁兴旺。这就是哇，真是这就是厨房现在的生活气息。真香哎！您这做饭。我们当地人吃晚饭叫吃落荤，太阳落山就吃饭。真是。对，烧的也比较早。太香了，我都饿了。对着吃。真大。当地人很热。就是他家住的地方是吗？对，他住的。他家的木雕很精美的。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。您镜头看到那3块长的，那上面雕了100只蝙蝠。百福流云图。下方阙题上面雕了狮子，狮子呢是当官人家，当官人家会享受朝廷的俸禄，要给你发工资的。
您再看上方那个，两边上面的是寿字图案，衣服上比较常见的。哦，对。那个寿字，下方镶嵌着的是一个个的喜字。哦，还真是。人生五福，福禄寿喜，这还缺个财，财在哪呢？就天上的水落下来，下雨下金子，下雪下白花花的银子，五福就齐全了。那个是冰梅图，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徽州比较常见的图案。这边有5扇门。这个房子有多长时间了？这个房子康熙那年修的，康熙300多年。300多年。这个房子如果坏了要修，要打报告申请的。对。修旧如旧，保持原来的样子。胡文照的祖屋，小时候居住生活的地方。哦。您看东园门楼上面，它有个扇形的窗户，一把扇子打开的形式，抬头见扇，多做善事。东园2个字用书卷形式打开。开卷有益，劝勉家人要认真读书。行善是道德的追求，读书则是才能的提升，德才兼备的意思。哇，真是。并且这德行啊，也在才华之上。你看，要先学做人，再学做事了。有意思。商标呢？这个叶子也是留下来的吗？对，原先就有的。原先就有。是的。树高百尺，落叶归根呢。徽州人在外打拼，到了年老之后，就希望自己能够落叶归根。这个做成空的意思，有点像是什么呢？窗子吗？寿字啊。对，它是起到一个窗户的作用的。起到窗户作用。我们徽州的这些雕刻呢，它有的这种本身的美学价值，也是祖人思想的一种体现。你看，像中国人都有的这种故乡情结。在外面多好啊，那都是锦衣夜行，要回家来造房子落叶归根。这家也挺漂亮的。对，而且您看这门也是8字，说明这家也是当官的。这是胡文照在河南开封当知府的时候房子。8字门。我这边像个花园哈。对，我们徽州人走南闯北，善于接受新事物。他家的房子就是仿照苏州园林式建筑来修的，徽派园林式，把房子、庭院、假山都融入一体。确实哈，这个徽派的建筑都特别大气，感觉。对。很舍得哈。是的，因为徽州的商人他们在外面经商之后，觉得在外面怎样呢，都是锦衣夜行，要回家来造房子，光宗耀祖。所以村落的繁华呢，是离不开徽商的贡献的。如果没有徽州商人雄厚的经济作为基础，徽州的村落呢，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好。确实。而且他们在有了钱之后不仅会修自己家的房子，还会修桥铺路，做许多的公益事业。这是我们西地的村碑。这个也是好有年代了吗？对，西递村现存最古老的一块村碑，以前是摆在村口的，后期由于历史的原因被当作铺路石，这家主人觉得可惜捡回来，就随他们家的东西了。您看这，是的，好像这个西递的晚上的灯光感觉好像不比红村差，是吧？对，晚上这边有专门的灯光秀，打牌呢，真好。就这种黑白的，确实像水墨哈。对。我就那种新的那种纯白的，我还不喜欢。是的，就像是山水画一样。对。而且您这细看呢，它的这个墙上呢还有一些花纹呢。这有一些花纹。对，这都是藏经风化天然形成的。山水画一样。真是，我以为是特意雕刻的呢。而且这2个像是打斗的场景。对呀。人在画中有，这是风化形成的。风化就形成了。天然图画，以前刷的都是白石灰，但是长期风化，里面一些植物纤维渗透出来，就形成各种各样的图案。这还蛮有意思的。好漂亮！还有呢，甚至有的老师有的学者，专门拿纸到这边来描这个。还真是，这个太像是画了，以为是特意雕的呢。有一种人在画中游的感觉。是首富的家吗？对，村里面最有钱的人家，也是江南6大首富之一。对，他这个呢是单层的门楼，这个也叫门罩。它的造型呢是像古代元宝取招财进宝的意思，又像是官帽，表达了主人家对仕途的追求。最初的作用是遮风避雨、保护门框的，后来成了主人身份地位的象征。所以门楼越大的身份地位就越高。这个是首富。对，首富家，慢一点。这个首富呢，虽然是经商的，开典当行，在杭州有7条半街，36家典当，资产呢当时就达到了500万金。但是因为呢，他有一颗仁爱之心，修桥铺路，做了许多的善事。生前被皇帝封了4品官，死后又给追封了3品，
所以您看它的这个房子要大许多，要亮许多了。对。取名敦仁堂，敦促后代又有一颗仁爱之心。康熙年间修的，300多年历史。如果是普通就单个经商的房子是没有这么大的，因为它被皇帝封过官的。这么看好大呀。厅大屋亮是他们家的特点。等于他们家房子在这个村子里算第2大的吗？对，算比较大的。就比那个二品官比二品官小一点是吧？二品官他是最高的。但他们家是最有钱的是吗？对，最有钱的，也是江南6大首富之一。江南6大首富。徽商泰斗。对，楹联，它是治家格言。跟那个对联是差不多的意思吗？它没有横批。是这样。而且呢，一般的话也不年年换，它属于是治家格言一类的。或从孔孟，或重教化，或抒情言志，或壮景咏物。你看他们家堂前的这副楹联呢，几百年人家，无非积善，积德行善，要多做善事。这家主人胡冠三一个人铺了全村的石板路，歙县的河西桥，齐云山的登峰桥都是他修的，一生乐善好施，做了许多的善事。下联你看在那边，这是下联对，第一等好事。所以我们刚才说的二品官呢，就是他的长子。这是他长子啊。对。桃李园是吧？对，这家一看名字桃李满天下，兄弟2个一起住，哥哥当老师，弟弟经商。我们徽州人重视教育，在这边有着10户之村不会诵读的说法。您看他家的楹联，读书好，营商好，相好别好。在封建社会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的环境下，这家主人既重视教育，也不摒弃经商。只要你学得好就好，干得出色就行。这个是下联是吗？对，这是下联。创业难，守成难，知难不难。打江山不容易，守江山就更难了。上方的这4个难字写的是不一样，这是我们徽州的改字联，它是有意写错的。你看这其他的难字，右下角是一个大字，唯有底下知难的难呢，有意把它改成个小字了。大化小，大难化小难，迎难而上，知难不难。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千难万难嘛，知难就不难。还有这么个说法。对，在上海的世博会安徽馆展区就有这副楹联，唯一的一副。这次因为时间比较赶，没有选择在西堤住宿。我想以后春天会再来一次吧。我个人感觉宏村和西堤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如果一定要2选1，那么宏村可能适合爱好摄影、拍照、绘画的人，而西堤更适合热衷研究历史文化和建筑的人。如果游览西堤，最好建议请一个导游讲解，会听到很多的历史故事。如果不想花钱请导游，那就收藏我这个比较详细的西堤旅游攻略吧。